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爱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33岁迪丽热巴为新剧也视拼了，卖力扭胯撩25岁陈飞宇，画面太逗了。迪丽热巴与陈飞宇主演的新剧《白日提灯》开播了，热巴不愧是女王归来，热度依旧，再加上阿瑟，让这剧的热度不出意外的直接起飞，上线第2天就直接冲上猫眼全网热度的榜1。剧还没来得及追，但就冲这俩主演的颜值，谁不想尝下咸淡呢？再说了，两人在综艺上做剧宣时那叫一个卖力哟，相信看过了热巴与陈飞宇的这期《你好星期六》，都会被逗笑疯了。33岁热巴一出场就走出了超模既视感，这么简单的一件黑色上衣绑带裤裙穿得如此惊艳，关键走起来太会扭胯了，太魅惑了。网友直呼简直就是用胯走路的经典模板，摇曳生姿，但是中线不乱。难怪有人说她要是去当爱豆，绝对也是超级火的那种。热巴的身材和气质太棒了，不瘦不柴，刚好又有点肉感，其实就是这种稍微有点肉感的更显性感，太过骨感反而没有那种感觉。再看陈飞宇，不管是身高还是颜值都非常搭，这就是很神奇的一对，站一块不互动时还觉得蛮登对的，可一旦互动起来，两个人就各忙各的，配合不了一点，哈哈，直接让我笑飙了。两人的互动场面里，热巴基本是属于主动撩的那方，扭起胯来，直接把人撩得神魂颠倒的。25岁的陈飞宇这边哪里经得起撩哟，都被姐姐撩呆滞了，简直是榆木疙瘩一般，跳舞僵硬，互动也是被动型的，哈哈。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陈飞宇真的笨拙的可爱，为什么一直指着鱼挟持迪丽热巴？因为阿瑟不会跳舞。不是老有人问上天给飞宇关了哪扇窗吗？答案就是跳舞，哈哈。人家热巴在卖力扭胯热舞，陈飞宇只知道一味的把手往热巴腰上放，哈哈。阿瑟那生硬一巴掌趴在热巴的骨盆上，真的要笑死了，这一巴掌趴下去一点暧昧的感觉都没有了，只有搞笑。不得不感慨热巴真的信念感很强了，面对陈飞宇这般榆木，他也能无差别的把魅力给施展开来，把陈飞宇撩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那嘴脸连 X 都压不住哦。哈哈，就这个画面，陈飞宇好像那种痞帅校霸突然被一个女生调戏，露出了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的表情。整体看下来，两人的互动虽不合拍，但这一对绝对是剧里好磕剧外都好磕的 CP。 看过剧的路透后，真觉得粉丝说的对，剧里是古偶，剧外是现偶。看到这俩的颜值和爆棚的 CP 感，白日提灯可以放心尝尝咸淡了。在最近热度飙升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上线之际，关于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讨论几乎席卷了各大平台。而比剧情更早出圈的，竟然是两人在综艺舞台上的互动名场面，一个全力释放魅力，一个略显笨拙却真实可爱。这种反差感反倒让人越看越上头。说实话，33岁的迪丽热巴这次给人的惊喜远不止美这么简单。她一出场，那种自带光芒的气场就已经让人挪不开眼。黑色上衣搭配绑带裤裙，本是再基础不过的造型，却硬是被她穿出了高定般的质感。尤其是她走路时那种自然流动的身姿，腰胯之间的节奏感既松弛又精准，既性感又不刻意，这种会呼吸的美其实才是最难得的。很多人调侃她是用胯走路的教科书，听起来像玩笑，但细看之下，这背后其实是极强的身体控制力和舞台表现力。她不是简单的扭，而是在每一个节拍里都带着人物的情绪，甚至连一个回眸，一个停顿，都像是在讲故事。这样的状态，说是演员，其实已经接近舞台艺术家的层级了。更难得的是，迪丽热巴的美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
它不是那种过度追求骨感的类型，反而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柔软感。这种略带丰盈的线条，让它在镜头前更具女性魅力，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亲近感。可以说，她的身材和气质正好落在力量感与柔美感的平衡点上，这种平衡是很多人穷尽努力也难以达到的。而当镜头切换到陈飞宇时，画风却突然变得有趣起来。25岁的她，身高、外形都无可挑剔，站在那里就是标准的偶像剧男主模板。可一旦进入互动环节，这种完美感却被一种天然的生涩感打破了。尤其是在舞蹈和配合上，他明显不在节奏里。迪丽热巴这边已经进入状态，全情投入地释放魅力，而陈飞宇却像是还在思考下一步该干嘛。这种各跳各的画面本该是尴尬的，但偏偏因为两人的反差，变成了极具喜感的名场面。最有意思的是，迪丽热巴几乎是全程主动的一方，她的眼神、动作、节奏都在不断撩动对方，而陈飞宇则像是被突然推入剧情的局外人，一边努力跟上，一边又显得手足无措。那种微妙的错位感，让人忍不住一边替他着急，一边又觉得他笨拙的刚刚好。尤其是他下意识把手放在迪丽热巴腰间的那一刻，本该是带点暧昧氛围的桥段，却因为动作过于直接，甚至略显生硬，瞬间变成了喜剧效果。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互动，反而比刻意设计的甜更真实，更有记忆点。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迪丽热巴的专业与稳定显得尤为突出。无论对方是否跟得上节奏，她始终保持自己的状态，不断输出情绪与魅力。这种强大的信念感，让整个画面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核心，也让观众能够持续沉浸其中。换个角度看，这种一个在发光，一个在适应的组合，其实正是很多观众心中理想的 CP 模式，既有视觉上的匹配，又有性格与状态上的反差。他像成熟自信的引导者，他像还在摸索节奏的追随者，两人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也难怪不少观众会说，他们是剧里古偶，剧外现偶。在戏里，他们或许是设定完整、情感明确的角色关系，但在戏外，这种带着一点不确定性，甚至略显混乱的互动，反而更接近现实中的情感状态，不完美却生动。回到白日提灯本身，这种从综艺延伸出来的讨论热度，其实已经为剧集奠定了极高的关注基础。当观众带着对两人关系的好奇进入剧情时，情绪投入自然也会更深一层。而从目前释放出的物料来看，无论是画面质感还是人物设定，都具备成为爆款的潜力。但归根结底，这一切的核心依然在于演员本身的吸引力。迪丽热巴用她的稳定输出和持续进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同龄演员中的独特位置。而陈飞宇则用一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为整个组合注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或许，这正是观众为什么会被他们吸引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画面中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却又相互成就的状态。当魅力与笨拙相遇，当掌控与失控交织，这样的组合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故事，而观众只需要静静看着，就足够心动了。看完热巴新剧《白日提灯》，不禁感慨 CP 感真的是门玄学。近2年来，各大视频平台对预制爆款的热衷愈发明显，现象越来越严重。从去年开始，逃场的临江仙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数据争议。平台为了冲击破万热度，不惜为粉丝氪金开绿灯，这导致数据水分过大。临江仙的实际讨论度远低于数字显示，暑期档的炒雪路也是类似情况，讨论度比无忧度低很多，但热度却意外破万，这种操作让人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鹅厂的表现也不逊色。去年年底播出的《骄阳是我》，云和数据平平，但站内热度却突破了3万大关。更夸张的是，2台联播的《逐玉》、
完全没有爆梗、爆人设或爆 OST 的内容，却在数据上超过了当年大热的《苍兰诀》和《庆余年》，让这部剧从爆剧变成了铺剧。如今，鹅厂又迎来了一部大剧《白日提灯》。开播前，这部剧的热度已经不容小觑。首先，它在古装奇幻题材中，剧情设定相对新颖，带有一定创新感。其次，迪丽热巴的造型和台词在开播前就已经引发广泛讨论。开播首日，白日提灯的站内热度便突破26000，成绩相当亮眼。口碑方面，这部剧依然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我连夜追完了前4集，不得不感慨，这次热巴的选角非常精准，角色的人设极具吸引力，导演的审美也十分在线。相比剧情，两位主演的人物塑造更加独特和立体。女主赫斯慕·迪丽热巴饰演是400多岁的万灵之主，一出场就带着睥睨众生的气场。然而，赫斯慕的人设绝不仅仅是高冷，在她以凡人身份体验人间生活时，也展现出许多可爱的特质。扮演贺小小时，她会装柔弱、扮惨；面对小孩子时，又流露出单纯、幼稚的一面。如此强烈的反差感，让女主的人物更加立体、生动，充满鲜活感。男主段须陈飞宇饰演作为少年将军，天生五感敏锐，即使女主隐身，也能察觉他的气息。智商极高，迅速识破赫斯慕五感缺失的秘密。同时，段须的真实身份也是剧中看点之一，替身梗的运用果然永不过时。两位主演的关系设定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男女主属于典型的对抗路线情侣，女主每天都想夺取男主的破望剑，甚至有让他去死的小心思。而双方可以互换五感的设定，使得两人的宿命般纠葛变得更具可看性。除了人设，这部剧在特效和视觉审美方面也表现出色。剧中将灵体设计为水母形状，触手呈 DNA 螺旋，创意十足。许多特效场景宏大震撼，战争场景既写实又带着凄美的意境。视觉设计巧妙呈现人物心理，例如赫斯慕发现男主是他的节奏人时，创意镜头以暖色呈现男主，映衬他冰冷单调的人生。这种后期审美和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小演员们的表现同样不俗，热巴的微表情处理细腻精准，例如她偷看男主遭暗杀时的表情变化，以及发现法器惧怕破望剑瞬间的冰冷神态，都展现出极高演技功底。饰演陈英的小演员同样令人动容。初次相识时，因为尝不出味道，女主将饭递给他，他先是惊讶后感动。得知女主将离开，把自己托付给段须时，情感的细腻演绎也非常打动人。不过，这部剧唯一的遗憾是男女主之间的 CP 感偏弱。尽管亲密镜头频繁，眼神对视也有戏，但观众依然难以感受到宿命感与化学反应。男主帅气，女主美丽，但 CP 感实在难以自然流露，只能感叹 CP 感果真是可遇不可求。总体来看，《白日提灯》的观感相当不错，在近期大剧中品质属上乘。如果不太在意 CP 感问题，这部剧绝对值得一追。看完《白日提灯》的前几集，我其实有一种挺复杂却又很真实的感受，这是一部优点非常明显，甚至在某些层面相当惊艳的作品，但它偏偏也踩中了当下观众最敏感的一点，所谓 CP 感真的太悬了。先说结论，如果你是冲着剧情、设定和演员个人表现去看的，这部剧是完全可以放心入坑的。但如果你特别看重男女主之间那种一眼万年的心动，那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这几年，平台对爆款的执念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从临江仙到朝雪路，再到骄阳是我、逐玉，我们看到太多数据很好看，但体感不对劲的剧。数字可以被推动，热度可以被制造，但观众的真实情绪其实骗不了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日提灯的出现反而显得有点干净，它至少在内容层面是有诚意的。
而最让我意外的还是迪丽热巴这次的表现。说实话，这个角色赫斯木并不好演。她是一个活了400多年的万灵之主，带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和压迫感。如果只演高冷，人物会非常单薄。但热巴这次很聪明，她没有把角色锁死在一个维度里。当她以贺小小的身份进入人间时，那种略带笨拙的伪装，偶尔流露出的天真，还有一点点小心机，都让人觉得这个角色是活的。她会装弱，会耍点小聪明，也会在不经意间露出孩子气的一面。这种反差其实特别抓人，你会慢慢忘记他是一个设定里很厉害的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情绪、有温度的存在。而在细节处理上，热巴这次确实是有东西的。比如他在暗处观察男主时那种微妙的神情变化，从好奇到警觉，再到一瞬间的冷意，层层递进，非常干净利落。还有他面对破望剑时那种本能的恐惧与压制，也通过极细微的表情变化传达出来。这种控制力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理解角色。再看男主这边，陈飞宇饰演的段虚，其实是一个挺讨巧的设定，少年将军，五感敏锐，智商在线，还带一点命运谜团。这类角色如果演得太满，会显得油；但如果收着演，就会显得有层次。整体来看，他是稳的。两个人的人设其实是很有戏的，一个是掌控万灵的存在，一个是能看破他的人。再加上五感互换和对抗关系的设定，本来是很容易产生张力的。按理说，这种设定只要稍微有一点火花，就能炸出很强的 CP 感。但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什么都有，对视、试探、靠近，甚至带点危险意味的拉扯，可就是少了一点说不清但能感觉到的东西。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甚至替角色紧张的化学反应，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并不是谁演的不好，而更像是一种很微妙的错位，节奏、气场，甚至情绪频率，始终没有完全对上。所以观众会理性的觉得他们应该有感情，但感性上却很难被说服。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让人感慨 CP 感这件事真的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的，它更像一种偶然，是两个演员在某一刻刚好对上的结果。不过如果把这个小遗憾放一放，白日提灯依然是近期很值得一看的作品。它的美术和特效是明显花了心思的，把灵体设计成类似水母的形态，触手成 DNA 螺旋，这种视觉表达既新鲜又有辨识度。战争场面的处理也不是单纯追求宏大，而是带着一点冷感和悲剧美学。尤其是一些关键情绪场景，比如女主确认节奏人那一刻，用冷暖色对比去呈现心理变化，这种表达其实挺高级的。再加上整体叙事节奏不拖沓，人物关系清晰，白日提灯至少做到了好看这件事。所以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追，我的答案是值得。只是看的时候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期待，不要执着于它是不是一部客到上头的爱情剧，而是把它当成一部人物有层次、审美在线、演员表现稳定的作品。至于 CP 感这件事，就当是留给观众的一点遗憾美吧。毕竟有时候正是这种不完美，反而让一部剧更真实，也更让人记住。热巴聚餐照流出，状态好到炸，离开家行后终于要搞大事。最近娱乐圈的热闹简直让人应接不暇，而最新的瓜无疑是由时尚圈大佬刘冲引爆的。他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迪丽热巴的聚餐照片，瞬间让粉丝们心跳加速，激动的坐不住。照片里的热巴状态好的几乎让人怀疑现实感，金棕色滚边外套搭配黑色蕾丝边的新中式短裙，典雅又带点俏皮，气场和老前锋的韵味把握得恰到好处。镜头近拍下，她的五官立体精致，完全看不出一丝倦意，仿佛随时可以从照片里走出来般真实立体。
网友们忍不住惊呼：这颜值是真的存在的吗？这段时间，热巴可谓让粉丝们操碎了心。前阵子她被传滞留在迪拜，整个网络都在揪心她的安危。虽然不久后官方报平安，但她回国后的神秘消失，没有一条社交动态，还是让大家有些焦急。直到刘冲晒出的这组聚餐照，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姐姐一直在低调酝酿新动作呢。照片里，她与刘冲交谈甚欢，桌上的红酒杯叮当作响，刘冲轻描淡写的一句一切都好，瞬间给粉丝们吃了定心丸，安心感爆棚。最让粉丝们振奋的，还是热巴的事业动向。今年2月底，她刚和嘉行结束了长达13年的合约，接着就被扒出张小斐前经纪人郝阿三悄悄关注了她的社交账号。要知道，郝阿三可是圈内公认的实力派推手，当年一手将张小斐从配角捧成影后。这次如果真的合作，热巴的资源与发展空间绝对有机会迎来大爆发。当然，也有人担心郝阿三擅长的喜剧路线与热巴向来的美艳路线是否契合，但换个角度看，也许正是热巴转型的好机会。毕竟谁不想看她化身一次飒爽的女大佬，演技与气场既飞呢？从这次聚餐照来看，离开嘉行后的热巴显然轻松了许多。过去总被吐槽资源虐、造型土，如今随便一件黑色针织开衫配印花裙也能登上热搜，风格自然流露，状态满分。至于是否真的会与郝阿三合作，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只能静待工作室的官宣。粉丝们早已搬好小板凳，迫不及待地期待姐姐掀起下一波热潮。在这个节奏飞快、话题更迭如浪潮般的娱乐时代，总有一些瞬间让人忍不住停下来反复凝望。而这一次，是因为迪丽热巴一组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聚餐照，却悄然掀起了情绪的涟漪。没有刻意摆拍的光影，没有精修滤镜的距离感，她只是静静坐在那里，灯光柔和地落在她的侧脸上，连空气都仿佛变得温柔。那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明星，不是因为他站在舞台中央，而是即便在人群之中，也依然能够自然地成为光的源头。照片里的他穿着金棕色滚边外套，搭配黑色蕾丝边的新中式短裙，这样的组合，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却又极致克制。他没有用力去证明什么，却恰到好处地呈现出一种刚刚好的美感，既有东方女性的温润含蓄，也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俏皮与锋芒。这种气质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雕琢出来的，而是在时间与选择中慢慢沉淀的结果。更让人动容的，其实是她的状态。娱乐圈从不缺漂亮的面孔，但状态好这3个字，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外貌评价。那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松弛感，是在经历过波动、争议，甚至短暂的失联之后，依然能够从容做回生活中心的底气。前段时间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曾让无数人揪心，而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他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刻意发声，只是用一顿简单的聚餐，一个轻松的笑容，告诉所有人，我很好。这种不言而喻的力量，比任何声明都更有分量。而与刘冲的同框，也为这份从容增添了一丝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两人交谈间的轻松氛围，桌面上微微晃动的酒杯，都像是一种隐喻，在外界喧嚣之外，他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新节奏。如果说这组照片只是表象，那么真正令人期待的是他背后的转折。与嘉行13年的合作落下帷幕，对于任何一位演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重启。13年，足以让一个新人走向成熟，也足以让一种路径逐渐固化。而选择在这个节点离开，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勇气，去打破既有的舒适区，去面对未知的可能性。关于他未来的种种猜测中，郝阿三的名字频频被提及。这个名字之所以引发讨论，不只是因为他过往的成功案例，更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
如果说过去的他是在既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行，那么未来的他或许将尝试走向更宽阔也更不可预测的领域。有人担心风格的转变是否会带来风险，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演员最迷人的部分，不断打破观众的预期，不断刷新自身的边界。它的美从来不该只是静态的标签，而应该是一种可以延展、可以变化，甚至可以反转的可能。事实上，从白日提灯开始，这种变化已经隐约显现。它不再只是被凝视的存在，而是逐渐成为叙事中的推动者。那种带着锋芒的情绪表达，那种在角色中逐渐释放的力量感，都在悄悄告诉观众，它远不止于美。再回到那张聚餐照，你会发现，真正打动人的，或许并不是他此刻有多耀眼，而是他看起来很轻松。这种轻松，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对压力的消化；不是没有目标，而是对方向的笃定。他不再急于证明自己，也不再被外界的声音牵引，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步走向更清晰的未来。所以，当粉丝们搬好小板凳等待官宣的时候，其实等待的不只是一个合作消息，更是一段全新篇章的开启。也许接下来它会带来一部让人意想不到的作品，也许会尝试一种全然不同的角色类型，又或者仅仅是继续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值得期待。因为真正有魅力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完美，而是在变化中依然保持自我的能力。而迪丽热巴显然已经走在了这样一条路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